没有灵丹妙药，中美的竞争发生在和平与战争之间，我们一定要预做准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在 G20 峰会中，中美元首会谈之时，拜登向中国领导人做出了4不5益的承诺，其中还特别提到了美国不会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，也不支持台独。对于拜登的承诺，我们这边只能是听其言而观其行，因为美国是当今的全球霸主，而中国是唯一有实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。在美国国内已经把反华当成了政治正确，在拜登政府提出的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中，将美中关系确定为战略竞争，从而意味着这场竞赛的赢家不一定是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超越对方，而是谁能够长期维持外交、信息、军事、经济、金融、情报和执法能力的全面全方位的较量优势。这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微妙和复杂的关系了，因为美国人在准备与中国开展竞争的同时，又要准备与中国发生冲突。美国人似乎意识到，不与中国打仗，他就不可能赢得与中国的竞争，而要想与中国打仗，又担心打不赢。据美国突破性防御网站报道，美国海事战略中心的本杰明·麦纳尔迪声称，他观察过一场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兵棋推演过程，结果非常残酷。美国应该为与北京进行更复杂的对峙做好准备。很少有人考虑中国大陆不会登陆台湾岛，而是采取封锁行动的后果。有人认为，美国有战略轰炸机部队，即使只有141架轰炸机，也能与中国海军和中国整体的海上力量进行对抗。但是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中，美国无法面对中国的2250架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战斗机，数千套地对空导弹武器系统，这是美国几十年来从来没有面对过的先进空中力量。鉴于美国空军缺乏远程护航战斗机来保护其轰炸机，美国的空对地、空对海打击优势在中国面前似乎并不存在。美军的航母战斗群似乎很强大，但是中国有全球唯一的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等反航母体系，因此其海军优势并不明显。核潜艇是美军另一个具有优势的装备，但是如何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快速的部署到位却比较难，他们携带的弹药量也可能不足以改变态势。如果他们攻击中国的舰只，还会让其自身面临着生存的风险。美军遇到的第二大困境是其陆军、海军陆战队似乎在与中国进行对抗时没有什么用。美国要对付中国，需要每个军种都能够在激烈的战略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而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需要部署到地面才能有效。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基地有限，增加部署就需要与盟国和伙伴进行资源整合，而这将面临极为复杂的外交问题。在和平时期的海外部署行动也会引发争议，比如部署到中国军队存在的地区，会影响国际舆论对美国的正面形象。简言之，美国人在中国家门口展示对峙能力不足以应对解放军的挑战，而且想在中国周边部署更多的军队也是不现实的。美国军队现在需要找到办法，将所有的军种都纳入到与中国的竞争中，要在中美冲突时发挥重要作用。现实的情况是，美国多个军种的军事准备低于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需要，所以美国人已经认识到，与中国竞争是日常性的，双方不大可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，但就会互相给对方施压。美国还必须选择与中国在其他领域的较量，将国务院、商务部、国土安全部、能源部、情报界的非军事部门统合起来，集中在一起发力，与中国展开竞争。总体来看，
中美之间的竞争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，美国想获得军事优势，希望渺茫，因为美国有几个军种暂时无法参与到与中国的竞争之中，而要集中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对付中国也比较难，因为中国社会有更强大的凝聚力。相比较而言，中国军队当前集中主要力量在家门口与美国竞争，而且中国社会的体制在大国竞争中也有优越性，何况中国周边的国家也不愿意站在美国一边，而这一切都预示着中美竞争的结果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